若不是那世子说你嫁妆多够我花用，我何必去救你？娶你这一无是处的花架子回来干什么？呸！晦气！世子说，哪个世子？你管我说的哪个世子？还当自个儿是那个金尊玉贵的崔家嫡女呢？如今你名声尽洗，落到这破屋里，连我这杀猪的都嫌弃你。与宁远侯府订婚后，我与宁远侯世子同去黄觉寺算吉州，不料在后山灵泉取水泡茶时，他的青梅柳玉烧却伸手将我推入泉中。我只是和崔姐姐开个玩笑，听说她吸水性，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我没想到她真的不识水性。洛水被人救起，有了肌肤之亲，崔家嫡女宁洁算是毁了。第二日，救我的男子上门提亲，要为我负责。无奈之下，家中只能将我许配给他。不料他是屠户，生性暴虐，成亲不到3个月，将我嫁妆赌输个精光，还时常对我拳打脚踢。而我出嫁当日，宁远侯府八抬大轿迎娶柳玉韶为世子夫人，7个月后还生下了他们的长子。别给老子装死，起来做饭！再偷懒就把你卖去花楼换酒钱！原来推我入水是早设好的局，只为让我给柳玉之母子让路。再睁眼，我回了算期那日。崔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灵泉取水可好？上一世也是如此。他提议去灵泉取水冲茶，我没有防备，与他同去，却在取水时被他推入水中，不识水性的我差点淹死。我因为被一个男子救起，有了肌肤之亲，成了京城里的笑话。你如今名节有损，不能再做侯府的世子夫人，但我会娶你过门，给你贵妾的位分，给你一个容身之处。若仪，你要明白，你被外男报上岸来，除了我娶你，京城谁会娶一个名节有污的女子？崔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只不过一个名分的事。你入府后，我不会与你争大小，我会以你为尊，你别介意。燕哥哥也是为了侯府的名声考虑。一句名节有损，一句无人敢娶，就将我活活的逼死了。崔姐姐，快走吧，灵泉要到了。玉韶妹妹，你来看看，这泉水中有鱼。来人啊！有人落水了！小姐莫慌，我救你上来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有人落水了！老天爷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谁家小姐被个粗汉抱在怀里？你是什么人？居然敢抱着若仪放肆！什么？这位小姐落了水，我好心将人救起，你们怎么还冤枉好人？天啊！若仪被男人这么抱着，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这男人是什么人？还不快把人放下！崔姑娘像是晕过去了，我看在那男人怀里一动不动的，丢死人了！今日穿的春衫，这水一泡，又被外男抱了这么久，清白都没了。夫人们休要胡说，若仪落水被救，我只担心她的安危，岂是计较清白的时候？还请大家为了若仪的清白考虑，不要外传才是。世子，这崔小姐被男人这么抱着，名节已失，你怎么能娶这样的女子进府？这宁远侯府的脸面，你不要了！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不要她，大不了给她一个贵妾的名分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失了清白，没有了活路。这位公子，
这自古有了肌肤之忠，自当负责。我救了小姐，不是故意轻薄于她，但是刚才救她时，情急之下顾不得别的，我的手像是摸到了不该摸的地方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对小姐的清白负责。明日我便叫上媒婆上门提亲，把小姐娶回家。不会吧，那可是崔家嫡女啊，怎么能嫁这样的人？崔家嫡女又如何？被人又摸又抱，若是不嫁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是在街上杀猪的，小姐嫁给我，保证每日有肉给她吃，绝不亏待了她。崔若仪可是崔家明珠，连皇后娘娘都想过将她选中皇子妃。是啊，若不是宁远侯爷当初用一朵天山雪莲给崔老太爷做药眼，对崔家有一药之恩，这崔家嫡女哪里轮得到谢家？可如今来择婚期，怎么就落了水，让这外男搂抱着救上来？我若是崔小姐，宁可一死。快放下若曦，你就算要娶她，也要三媒六聘，按古礼来，怎么能这样抱着人不放？玉淑妹妹被救上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崔家小姐，若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在这儿，那男人怀里抱的人是谁？我刚去找人救玉韶妹妹，才赶回来。我不在这里，该在哪里？你怎么能这么抱着玉韶妹妹？快把人放下来！你的手怎么能放在她胸口？来人，快把玉韶妹妹接过来！玉韶，原来落水的是谢府寄居的那位柳姑娘啊！哎呦，刚才谢皇子一口一个若仪，我们都以为是崔小姐呢。我没看清正脸，以为是若仪。世子，你没看清正脸，便一口咬定那男人救起来的是我，一口一个名节有损，一口一个失了清白。你明知这事关女子清誉，而我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你上来只看了一眼，便咬定了是我，这是为何？对啊，刚才远远的世子就开始叫嚷着那人抱着的是崔小姐，可他根本没看清人，怎么就认定是崔小姐？这里面不会是有什么内情吧？燕哥哥，玉韶吓死了，幸亏燕哥哥把玉韶救上来。燕哥哥，我真的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崔姐姐，是燕哥哥将我救上岸来，我衣衫不整，与燕哥哥有了肌肤之亲，求姐姐给玉氏一条活路，让玉氏嫁进侯府可好？我身子被燕哥哥看了，若不嫁给他，我还怎么活？柳姑娘，这……各位夫人，女子名节何其重要，说不能嫁给燕哥哥，只怕我唯有一死。玉韶妹妹，救你未必就有了肌肤之亲，你要慎言。可是玉韶落水虽然晕了过去，却也知晓燕哥哥在救我时，情急之下手掌不慎碰到了玉韶的胸前。崔姐姐，我发誓，我不求正室之位，我只做妾，我一定不会与你争宠的。这么多人看着，名节已失，说不能嫁给救我上来的燕哥哥，我只有一死。那也不必，我只是为妹妹惋惜罢了。世子，玉韶妹妹一心要嫁，她既叫你一声燕哥哥，你便为她做主吧。这位壮士，玉韶坚持要嫁你这个救命恩人，你明日便派人上门提亲吧。好在玉韶妹妹嫁过去是正妻，不是妾。宁为寒门妻，不为高门妾，这句我曾听玉韶妹妹说过，如今也算得偿所愿了。好娘子，等我明日上门提亲。你是谁？我何时说要嫁给你？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是我下水救了你，搂过抱过，怎么翻脸不认救命恩人呢？你昏迷的时候还老往我怀里靠呢，现在就不承认了？我何时往你身上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杀猪的也配娶我？臭不要脸！明明是你自己喜欢我高大威猛的模样，还叫人给银子，特地让我今天来这里等着，瞧见有人落水就救起来，好上门求娶。原来落水的是你自己啊！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怕家中不同意，所以才想了这个主意。怎么如今我救起你，你却不认了呢？你胡说八道！原来是柳姑娘想害崔家小姐。方才你闹着要我陪你来取泉水，
在大石上还撞了我一下，我因为错开了，你才自己落了水。原来你是想害我，想把我撞下水，叫一个外男躲在一旁，等着救了我好上门提亲，让我不能嫁给世子，只能嫁给那男人。柳玉韶，你好狠毒的心肠，我是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害我？你知道女子名节有多重要，你居然敢用毁人清白的手段来对付我！如今你自己落了水，被人救起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够了，若仪，玉韶年纪小，不过是想和你开个玩笑，没想到自己落了水。如今他已经够惨了，你何必再咄咄逼人？难道你要逼死他吗？若非我操开一步，被撞进水里的便是我。他想出如此毒计，世子却还要偏帮于他，说我咄咄逼人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我可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不帮我，却帮这位心思狠毒的柳姑娘。世子，莫不是你也早知他的计划，是与他一起合谋的？胡说！我怎么会知道？不过是说几句公道话。公道话？公道话就是，若是柳小姐今日不给我一个解释，我便去告官，告她连同恶人要毁我名节。哼，她是你们侯府之人，你们也脱不了干系。我是崔家嫡女，我们崔家的脸可不是你想打便能打的。这计谋也太歹毒了，若今日真被得逞，崔家颜面何存？崔家一族的姐妹以后还如何嫁人？这不关我事，是他找了我，给我银子让我做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如今他身子被我看光了，自当是取回家去。你那日叫我来做这事儿，可没给银子。你说救了贵女，她自会下嫁，到时候有金山银海的嫁妆。如今我救了你，你自当嫁我为妻。你若不从，我一会儿便上大街嚷嚷去，你和我肌肤相将了，看谁还敢娶你。想借晕死蒙混过关，没那么容易。上一世他毁掉我的清白，让我百口莫辩，被谢家退亲，被迫嫁给屠夫，就是为了给他让位，因为他腹中早怀了谢燕的骨肉。快叫寺里的大师来，玉韶姑娘向来身子不好，便是被水呛了太久，大师懂医理，可诊脉。这位娘子已有了2个月余的身孕，如今落了水，受了寒，要赶紧用药，否则怕对胎儿不利。身孕？玉韶云经未嫁，又没有婚约，她怎么可能有身孕？大师，你是不是诊错了？喜脉明显之急，老僧不会诊错，还是快抬回修房，我开一副药浓浓的喝下去，好保住胎儿。不会吧，柳玉韶居然有孕？这未婚先孕丢死人了！她天天做出一副清纯的模样，实在让人恶心。你们怎么服侍柳小姐的？居然让她有了身孕！你们这些贴身服侍的人，谁也脱不掉干系。等回了侯府，宁远侯夫人一定会将你们发卖。救世子明鉴，小姐腹中的孩子，没有人比您更清楚了。与我何干？她有孕，我如何知晓？世子怎么会不知晓？我们小姐腹中的胎儿是世子的骨肉啊！你与小姐私定终身，早有了肌肤之亲，你怎么能不认呢？小姐诊出喜脉，一直没敢说出来，只等找合适的机会告诉世子，让世子娶她做正室夫人。对啊，世子，上次小姐试探你，你明明还答应了小姐为她想办法，让她做世子夫人呢。原来他们才是暗中私通，居然与府上寄居的青梅搅在一起，还珠胎暗遮。幸亏崔小姐机敏，否则今日岂不是要被他们害惨了？想毁崔小姐名节，再娶青梅进门，简直恶心至极。这种不要脸的人就该沉塘，岂有此理！上一世我被他们陷害，被嫁屠夫，被活活打死，而他们则夫妻恩爱，子孙绕膝。这一次，我把他们的假面全揭了下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不能做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我看谁敢欺辱我崔家嫡女！好一个谢家，好一个宁远侯世子，这是当我们崔家没人了吗？敢如此欺辱我的女儿！世子，你与青梅私通，珠胎暗争，还想陷害于我，
此事宁远侯府必须给崔家一个交代。还有，我们崔家与谢家的婚事就此作罢。你们谢家如此低劣，我们崔家不会与你们再有任何瓜葛，从此两家再无干系。今日原是来为两家择婚期的，谁能想到竟闹到这步程地。哼，私通青梅竹胎暗警，还想陷害崔家嫡女，宁远侯府这门风多待一刻都嫌晦气。宁远侯府简直欺人太甚，谢燕那小子德行有失，欺人于暗室，我崔家的女儿岂容他这般羞辱？我即刻上奏皇上，此等行径不配为君子，实在令人发指，非严惩不足以正朝纲。若依，你受委屈了，这笔账爹一定替你讨回来。父亲，瞧瞧，你养的好儿子，言官们对进宫弹劾你父子的折子堆了朕一桌子。崔家是朝廷栋梁，朕尚且以礼相待，你们倒好，臣回去定当严加管教。听说了吗？世子和他青梅那档子事儿，二人私相授受，连孩子都有了。朝堂上弹劾宁远侯府的言官数不胜数，陛下震怒，这宁远侯府怕是要倒大霉喽。那青梅够狠毒，故意找了外男，想毁崔小姐清白。幸好崔小姐聪明，她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反跟屠户有了继父之亲。那屠户不但叫了媒婆，还带了吹喜鹅的班子，扛了半扇猪在侯府门口闹着要提亲呢，比庙会还热闹。走，看看去。张家大哥说了，毕竟与柳姑娘有了肌肤之亲，他不嫌柳姑娘身子不清白，也不嫌她肚子里揣着别人的娃，仍旧愿意娶她。只要日后给我多生几个孩子，那世子的孩子我就当自己亲生的养了。她只需带着嫁妆，安安心心嫁到我张家做个屠夫娘子，我保管对她好。做出这档的事儿，侯爷和世子还敢露面吗？我还特地带了半扇猪来提亲，以示我的诚意。这成何体统！夫人，快抬进去！夫人，既然名节已毁，玉少唯有以死以证清白。这种死你怎么不死在山上，把侯府的名声都弄吹了？你勾引我儿子，居然敢悄悄怀了子嗣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一个孤女，我赏你一碗饭吃就不错了，还不知感恩想当世子夫人，你做梦！石燕哥哥说心悦我，说会娶我的，不是我的错。柳玉韶，你这辈子都休想当世子夫人，正经的夫人未进门，你那庶长子休想出生。燕哥哥说让我为他生儿育女，他会娶我为妻。夫人饶了我，让我嫁给燕哥哥吧。若是燕哥哥不要我，我便只有一死。名声再难听，这柳玉霜怀的也是世子的骨肉，侯府总不能真的让侯府的子嗣流落在外吧？侯夫人怎会让她带着世子的骨肉嫁给一个不堪入目的屠夫？唉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去拿100两银子，把门口那屠户给我打发走。是，在侯府门前敲锣打鼓，像什么话？瞧见没？侯府给的100两。我老张那天救他家小姐，这银子是答谢我的。光给银子有什么用？那柳小姐同你有了肌肤之亲，怎么没嫁给你？谁说不是？那天在灵泉边，我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把她捞上来，抱在怀里的时候，那腰细的跟柳条似的，皮肤滑的像剥了壳的鸡蛋，那滋味儿。张大哥，你那水性可是咱们城南数1数2的，能从那深泉里把人救上来，这身手整条街都找不出第二个。那柳小姐必是路过猪肉摊看上我了，否则怎会提前叫我躲在大石后面，看见有人落水便下去救人？说好救上来贵女便会下嫁，怎么如今还反悔了？必是侯府从中作梗。原来如此，高门世家的寄居孤女想当世子夫人，故意陷害世子未婚妻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世子想纳妾可以，想生庶子也行，可怎么能为了妾室陷害正室夫人？坏人冥界逼人退婚，这手段实在可恶至极。小姐，这下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了。做得好，领赏去吧。陛下，臣要弹劾宁远侯世子何行有失，应予严惩。陛下，臣等联名弹劾。宁远侯管家不严，让世子做出如此德行败坏之事，勒令其给崔家赔礼道歉。
夺去一切朝中职务，在家反省半年。臣遵旨。是臣教子无方，请陛下息怒。听说皇上当朝把侯爷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还被夺了所有职务，关在家里反省半年。何止，还得去崔家那边赔礼道歉呢。这回宁远侯府的脸可丢大了。把那个逆子给我抓到祠堂来，即刻！我让你读圣贤书，你给我做出这等下作之事！崔家是朝廷栋梁，崔家女儿何等尊贵，若是娶了她，日后仕途便是青云直上。你倒好，和一个孤女搅在一起，还敢算计崔家嫡女，你想毁了咱们整个侯府吗？父亲，儿子只是一时糊涂。糊涂？你与青梅私通的时候怎么不糊涂？你联合他陷害崔家女儿的时候怎么不糊涂？崔家连夜上折蜀弹死你，言官的唾沫星子都快把咱们侯府淹了！别打了！你要打死他吗？打死了干净，省得他再出去丢人现眼。明日你带着他亲自去给崔家赔礼道歉。早知你是个为了私情不顾大局的蠢货，当初就不该立你为侯府世子。是世子混蛋，被人迷了心，纵容玉韶做出这种事来。这几间铺子只当给若仪押金的，余下的赔礼只当是给若仪日后的嫁妆，万望崔夫人收下，原谅我教子无方。都是玉韶的错，让姐姐恼了，求姐姐原谅。玉韶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当时玉韶只是想留在燕哥哥身边，怕姐姐不答应，一时鬼迷心窍做出这种事来。如今只求姐姐救救玉韶，给玉韶一个妾室之位，让我和腹中孩子有个名分。若仪，玉韶知错了，此事便接过不提。他只不过想待在侯府，若非你平日善妒容不得人，他怎么会如此害怕，做出这样的事来？我们也算知根知底，我对你的情谊自不必说。玉韶就算是进了门，也越不过你在我心中的位置。若仪，你又何必如此斤斤计较？善妒，世子这话我不敢当。我与世子当只是有婚约，每次见面只是依礼问安，怎么就安我一个善妒的罪名？世子既然与柳姑娘有情，怎么不禀明父母？也从未向崔家提起。如今珠胎暗斩，做下错事，却怪我家小姐善妒。若仪，若非我躲过这一劫，此时恐怕要嫁给那屠夫了吧？我可担不起这罪名。世子还是请回吧，反正两家婚约已退，再无瓜葛，世子大可娶合你心意、贤良淑德、不善妒的夫人回去。玉韶姑娘也不必求我，你该求的是你未来的主母。若仪，若你不愿意，我们再商议便是。宁远侯夫人，两家婚事已作罢，日后也不必再提。来人，送客。小姐，被抢了世子夫人之位，你真的不难过吗？有什么好难过的？躲开了火坑，该高兴才是。乔见没，宁远侯世子那档子事儿闹的，京城里但凡体面些的人家，谁还肯把女儿嫁进去？侯夫人实在没法子，才找了从前的闺中密，让顾家把嫡女顾莹从江南送进京，准备亲上做亲，嫁给世子，堵着悠悠众口。顾家这女儿也是可怜，那位世子爷身边还有个怀着孩子的师妹呢，进门就得给人当便宜娘，算什么福气？你们替他操什么心？顾家老爷怎么说也是正四品的武将，顾家千金是将门虎女，后宅里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人能放在眼里？小姐，方才奴婢去街上采买，瞧见顾家嫡女的马车进城了。听说侯夫人找了她从前的闺中密友，才把顾莹从江南请来，准备嫁给那谢燕。如今京城里没人肯嫁世子，侯府也是急了。街上人都说，顾家老爷是正四品武将，顾家千金是将门虎女，未必压不住柳玉朝。不过说到底，这侯府如今一团乱麻，她进去怕也没什么安生日子。知道了，就你最八卦，什么消息都往我院子里搬。斗不斗不过都与我无关，侯府的事早与崔家没有瓜葛了，让他们自己闹去吧。这是顾家小姐顾莹，从前她父亲与侯爷是同袍，顾家又与咱们侯府是世交。莹儿自幼养在江南，如今接进京来，往后便要做着侯府的世子夫人。她是世交之女，难道我就不是？怎么她就能嫁燕哥哥做正妻，而我却只能做个无名无分的妾？
柳姑娘这话说的不对，我与你虽都是世交之女，可我是正经接了帖子，八抬大轿预备进门的顾家嫡女。你呢？你做的那些事，哪一桩哪一件是正经嫡女做得出来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院子里好好养着，少出来走动。玉韶听说顾家姐姐今日进府，特意来拜见。见过了便回吧，你有身子，不宜久站。来人，送柳姑娘回院子。莹儿，别理她，来，姨娘带你去看你的院子。那院子朝南，采光好得很，姨娘特地让人重新收拾了一遍。瞧她那表情，顾莹姑娘一来，夫人更瞧不上她了。思乡受助，珠胎暗折，名声都臭了，还想跟人家正经嫡女比。顾姑娘可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千金，她拿什么比？燕哥哥，为何你可以娶顾莹做世子夫人？玉韶也是自幼养在侯府的故交之女，为何姨母这样不喜欢我，连个名分都不肯给我？母亲为何不敢让你做正妻？你当真不明白？你是孤女，无娘家可依，而你做的丑事闹得京城皆知，如今名声尽毁，宁远侯府怎么会要一个名声尽摆的女子做世子夫人？如今你有了身孕，便不必去正院请安了，也少在莹儿面前出现。难道你不打算给我一个名分吗？咱们的孩子出生了，是要做外世子吗？所有这些，等世子夫人进了府，由她定夺吧。顾姐姐，玉韶来给你请安了。柳姑娘不必多礼，我快成亲了，事情繁多，你也不必过来见礼了。等我正式入了门，再以位分论吧。对了，这支银钗就当我的见面礼吧。这银钗一看便是主母给妾室的见面礼，顾莹是在打我的脸，嘲讽我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。多谢顾姑娘赏赐，玉韶告退。姑娘别气，她这是故意激你。一支银钗就想定我的身份，走着瞧，她还没进门呢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夫人，镇国公府派人送了帖子来，说府里的牡丹开得正好，要各府夫人小姐后日去赏花。镇国公府的赏花宴，去的都是京中有头有脸的夫人贵女。英儿，你初来京城，正好趁着机会多认识些人，往后在京城走动也方便。是，夫人，玉韶也想同去。我在府里闷了这些日子，也想出去散散心。再说，我也该多走动走动，免得旁人忘了侯府还有我这个人。你有身子，不宜多走动。再说那赏花宴人多眼杂，你去了反倒让人嚼舌根。好好在院子里养着便是。莹儿，走，陪我去挑后日赏花宴要戴的头面。夫人，母亲来时给我备的嫁妆里有不少首饰呢。你母亲给你备的那些首饰虽说也好，可我这儿还有一套红宝石头面，配你那身新做的衣裳正好。这不是宁远侯府那位柳姑娘吗？肚子都这么大了还出来赴宴，也不怕冲撞了主家的喜庆？何止，听说她死皮赖脸待在侯府，连个名分都没混上，往后的世子夫人只会是顾家小姐。她配跟顾家小姐比吗？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千金，她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名声都臭了，还想攀高枝，真是小。崔小姐，上次在宫宴上见过你，我是说今日满园子的花开得不错。将军也来赏花。那个北园那边有几株芍药，听说你喜欢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好。柳姑娘今日怎么又来了？今日来是想和顾姑娘商量件事。当初我落水被救一事，想必顾姑娘也知晓。我思虑再三，我娘亲说得好，宁做寒门妻，不做高门妾。我想清楚了，我不愿意在侯府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姨娘，我愿意嫁给那屠夫，做他的正头娘子。你愿意嫁给那屠夫？可是世子不愿意。我想了想，只能瞒着世子。我与屠夫商量过了，将成亲的日子选在你和世子成亲的同一日。到时候他无暇过问，我从角门悄悄出嫁。等他知道我已经嫁了，也没法子拦我了。你当真想清楚了？那屠夫粗鄙不堪，嫁了他，
你可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我想清楚了，与其在侯府做个妾室，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，不如嫁个寻常人，好歹做个正头娘子。还请顾小姐替我保密，莫要让世子知晓。你有这样的心气，我倒有几分佩服了。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为你添壮，让你风风光光从侯府出嫁。世子那边，我自会替你遮掩。多谢顾姑娘成全，玉韶告退。姑娘，您真要嫁给那屠夫？那可是个粗鄙不堪的市井之徒。嫁他？哼，顾莹还真以为我要成全她的大婚。她想得美，世子夫人只能是我。你发现没？柳姑娘这几日跟换了个人似的，不哭不闹，也不去找世子，天天在院子里绣花。可不是，顾小姐克扣她的分量，她居然一声不吭。以前哪回不是闹到世子跟前去？这几日倒是清静，不来闹也好，省得我在莹儿面前难做。哟，柳娘子来了，这大晚上的找我，莫不是想我了？大婚那日，你赶辆青布马车在侯府后门候着，我把顾家小姐迷晕了弄出来，你把人带走。娘子这银钱给的痛快，就按你说的，等她醒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她就是我的媳妇儿了。记着，不许走漏半点风声。事成之后，我许你黄金100两，若走漏了风声，你什么也拿不到。那不是柳姑娘吗？怎么鬼鬼祟祟的，连马车都没坐？她这几日不是安分的很吗？怎么忽然这般鬼鬼祟祟？听说她前几日去跟顾小姐说，愿意嫁给那屠户做正妻，顾姑娘还夸她有骨气呢。这副鬼鬼祟祟的作态，不像是在安心备嫁。小姐，要不要奴婢去打听打听？不必，但这2日你多留意侯府的动静，尤其是大婚那夜，多盯着刘玉豹。是，他那个人不会就这么认命的。世子夫人，我们小姐有话想和您说，她马上要出门了，想见您最后一面。她既要去嫁那屠夫，我送她一程也是应该的，不必跟来，我去就回。把她身上的嫁衣脱下来，换上另外那套。把人抬上角门的花轿，就说新娘子身子不适晕过去了，直接抬走便是。吉时已到，新人入场。世子夫人的小腹怎么似有孕一般？乍一看，我还以为是柳姑娘呢。燕哥哥，怎么会是柳姑娘？顾家小姐去哪儿了？莹儿去了哪里？你把她弄哪里去了？刘玉韶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耍花招，你究竟要如何？燕哥哥，难道娶我便不行吗？顾莹是世交之女，我就不是吗？你们找到她又如何？她已经上了屠夫家的花轿，如今只怕已洞房了。你竟敢这么对莹儿，你这毒妇！备马去那屠户家！刘玉祥，我看你是疯了，你居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来！莹儿若有事，顾家可饶不了你！事到如今，我怕什么？我得不到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，让你寄居在侯府？你居然要害人！此般毒妇，等明日便送你去官府。送啊！我肚子里是你的孙儿，让我带着你的孙儿一起去死好了。你中意顾莹，你别做梦了。她估计早成了屠户的娘子，替我嫁给了那杀猪的。我和她说了，给她娶个美娇娘，让她赶紧把人娶走。莹儿若有事，我便一刀一刀把你的肉割下来。
把门撞开！莹儿，他有没有动你？哥，我没事，他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没碰到。我醒来之后跟他谈了笔交易，他收了我的首饰，答应保我清白，送我回府。大人饶命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是那个姓柳的叫我去娶的呀，我什么也没干。与柳氏勾结，做着强娶民女的勾当，能是什么好人？把这个蠢货一并带回去，他是人证，交给官府处置。哥，那些首饰，回头让人给你收回来，先回侯府。毒妇，你敢害我，好狠的心肠！你这样的毒妇，只配到大狱里待着。莹儿，他毕竟……闭嘴，别叫我莹儿，你这种男人简直不堪为配。柳氏玉韶，意图谋害官眷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押入大狱候审。念其有孕在身，暂缓杖刑，待产子后再行审判。带走。世子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哄我以身相许，又害我到这步田地，我肚子里还有你的骨肉啊！还不快将这疯妇拖走！我妹妹嫁进你们谢家是结亲，不是结仇。今日大婚闹出这等事，我顾家若还把这亲事认下，满京城都要笑话我顾家。哼！明日一早我便带莹儿抬着几十胎嫁妆回顾家，这笔账你们宁远侯府自己掂量着还。幸亏当日退了婚，若是嫁进这侯府，今日被满城笑话的，怕就是咱们崔家了。回家吧，母亲，左右都与我们无关了。臣教子无方，请陛下降罪。为了一个寄居的孤女，堂堂侯府世子闹得满城风雨，如今更好，大婚当日闹出这档子事儿，丢尽了朝廷的脸面。陛下息怒，是臣教子无方，臣请旨将世子外放青州，让他远离京城，好好反省。准奏。至于你教子无方，罚俸3年，回去闭门思过1个月。臣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你瞧瞧世子那张脸，也就1宿的功夫，怎么老了10岁似的？他纵容那柳玉韶胡作非为，把自己的前程和仕途全做没了。侯爷宴下已请旨，将其外放青州。青州贫瘠困苦，可没有京城的繁华。如今世子无人肯嫁，往后这侯府怕是要冷清到底。世子，马车已备好，明日一早便启程。青州远吗？远，要走1个多月。那边地贫人稀，比不得京城。世子此去要多保重身子。世子等等！世子，老夫人的吩咐，让老奴把这个交给您。青州那边穷，日子苦，路上省着些花用。替我向母亲磕个头，就说儿子不孝，让他老人家操心了。世子保重。乔姐妹，宁远侯世子外放青州了。当年在京城何等风光，那阵仗你还记得不？如今落到这步仙态，还不是为了那个寄居的孤女？为了她，如今和崔顾两家都结下仇怨。庆州那地方贫瘠困苦，风沙又大，这位世子爷这辈子怕是难回来做官喽。柳氏玉韶谋害官眷故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罪无可恕，以大下律，判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回京。其子交还宁远侯府抚养，此生不得认母。大人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在哪里？压下去！让我见一眼我的孩子，就一眼！小姐，大消息！今日军诏府宣判了，柳玉韶谋害官眷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判了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回京。
押解出城的时候，满街百姓都围过来看热闹，烂菜叶和臭鸡蛋扔了囚车一路。他腹中的孩子呢？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个男胎，官府把孩子交给了侯府抚养。小姐，您说这算不算报应？他当初想害你，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他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往后不必再提他了。对了，小姐，骠骑将军昨日又送了2盆芍药来，奴婢替您收在院子里了。上回送的那盆牡丹还在您窗台上摆着呢，这都第几盆了？怎么，嫌我院子花太多了，偷懒不想打理？不是，奴婢先去给廊下那2盆新芍药浇浇水，可不能让人家的心意蔫了。你呀，若依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成亲了，我从青州给你带了好些礼物，改日去府上拜访。我夫君是骠骑将军，此时陪夫君回来述职，过几日便离开。以后都陪着夫君在边关，怕是再也没有什么机会与世子见面了。骠骑将军年少有为，你嫁得好，比嫁我强。夫人，咱们回家吧。好啊，夫君。风大，别吹着了，快上车吧。若依，那年的事，对不起。世子保重。世子，咱们也走吧。